或者是，那你得一直在旁边守着。你就先把这个东西放里面。而且呢，我觉得一般就是放里面的时候呢，要像这种东西，你底下最好放在一个什么篦子里的，或者是那种不让它粘在锅上嘛。那这时候呢，慢慢的时候呢，我觉得水温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让里面慢慢的就是说从外部到里面慢慢的有一个过程。你给我写个操作说明，这样的话好不好煮出来以后呢，我下一次煮的时候对。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外面的就是很烂，里面其实还是生的。你告诉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怎么煮的啊？就跟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有时候反正你煮完以后都是烂的呗，就是。不是，我是看水差不多开了，我就扔进去，然后扔进去以后我就去做别的事情了，然后想起来了以后再去看它，然后基本上已经破了。所以像你的这样做法，你要一直守在旁边，我不是的。而且我吧，就是可能上一秒我还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下一秒我就做另外一事情，然后我就忘了上一件事情我在做什么。明白。就是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当时在大理的时候，你们不是老帮我看锅子吗？我不是老说我走了啊，然后你们帮我看。这个馅儿要不要？这个馅儿要的还有没几只，我一定要，我马上就要包完了啊！哎呦，太有成就感！哎，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一边开播一边包馄饨，就跟小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上一辈一边开会一边打毛线。它这个就是你是有2种馅儿吗？3种。鲜肉、虾仁、黑松露，你喜欢吃哪种？不是3盒不一样的，对啊。你上次吃你没吃出来不一样吗？就是我是觉得其实都挺好吃的，只是有的时候你看你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嘛。对，我这次把它分出来了，就是我拿3种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混在一起吃啊。也可以，你可以吃全家福嘛。而且就那种拆盲盒一样。对啊。拆盲盒一样，就随便的，就是想吃什么。你看那个很多时候吃饺子，你还记得吗？就是说它会有不同的不同的这个馅儿。对。但是人家那就比较好一点，那个皮的颜色可以区别里面什么馅儿，所以我建议你下次这个皮呢，我形状已经不一样了，你少来。我已经很感动了。你看你这现场包这个，我只是说更那个。不是，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时代呢，说实话什么都能买，就是真的什么成品都能买。不是，我就开玩笑的，其实很感动的。你说有人帮你包馄饨，不是这个能量不一样的好吗？真的是这个虾，这个反正我对这个虾，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对家里的那个记忆就是我外婆特别喜欢包饺子，然后那个时候你还吃不吃这个？谢谢，然后。我外婆，不行，嘴里有东西不能说话。你还要不要来个肉的呀？我再来个肉的。再给你来个肉的。哎呀，不忘我那么远带过来，终于测试出来了，就是北方。真的是北方人民不适合吃我真的是这个肉的，我就吃了一口，我真的是我真的是不想再吃了。谢谢。您包着我来喂着。不是，我自己来吧，有一点肉嘛，这样。对。我来。这个你们是从小就是说这2个都会吃，对不对？对。就是那种像那种黑芝麻的和这个肉的都会吃。对，黑杨酥就是上海的话，它会叫黑杨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黑杨酥。那为什么2个都适应呢？就跟那粽子一样嘛。还有青团。就粽子不是也是那种所谓的这种咸肉的吗？你们粽子都有吧？我们都是枣，或者是那种豆沙的，不会有肉的。我最喜欢吃肉了，而且要特大肉。对，那个就说明你们南方物产比较丰富。是这样吗？不是，就哇，这么可爱的小熊是谁送的？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个就是豆腐脑一样，我们吃咸豆腐脑。我也喜欢吃咸豆腐脑。但是南方是吃搁糖水的。对，就甜豆浆嘛。我们不认为豆腐脑就是比如说豆腐怎么会搁甜的呢？最后是咸的嘛。豆腐里我觉得加一些咸的会好一点。我们是什么都吃，就是咸的甜的，就像那个青团嘛，我最喜欢吃的青团就是荠菜啊、马兰头，还有里面有鲜笋的青团。你吃青团是豆沙青团？我没有听懂什么叫青团。你连青团都不是？青团就是上坟的时候。清明节。对，今天那个节日挺吉利的，咱们就不说那个清明节的事情了，也不说那个上坟的时候。不是呀，就是说青团，你居然不知道吗？好吧，笑死我了。不是
你不要这么哎，你封建迷原来信。就是早上卖馄饨的吧？我去年才会的好吗？我是真的去年才会，就是去年发现那个强哥的那个就是手工特制这个特别好吃，所以说，因为这个是我就这么多年来吃到过最好吃的馄饨。我洗洗手，你教我包一个。好我也 OK， 哇，我也试一试。哇 ，Ken 哥居然开始学包馄饨。说实话吧，Ken 哥其实在很多方面，我觉得真的就是他不仅像个爸爸，他更像妈妈。其实我觉得他对小孩他有很多，他真的比我细致多了。就是有很多时候我比较粗糙一点，就看上去，所以生活习惯会有一点不一样啊。你们是什么配方？就是我也没问过他什么配方，反正就是都有鲜肉，这个肯定是。然后有一种就里面，但是我相信就是什么叫好吃的东西，反正我这些年我自己的喜欢吃的就是一定要是新鲜的好食材，新鲜的好食材决定好不好吃的一大半，就所有的食材必须是新鲜，然后一定要好，因为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说一定要吃的精一点。但我们北方是那种味道要好，味道就重口味呗。其实这样啊，就是我以前不是说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做设计出身，所以说对细节啊、对步骤啊，就是比较严谨一点。你先别上，你先教我一下。对不起，对吧？那个这样，就是先摊开来啊，然后再放一坨肉在上面。一坨肉，一坨嘛，是吧？哎，我发现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是北京以前的时候，经常有叫杭州小，你不是杭州人吗？杭州小笼，对，有杭州小笼包，对，杭州小笼包挺好吃的呀，就我也很喜欢吃因为我小笼包。看他们的那个包原就是他们的很快的，就是里面那个馅儿不是很多嘛。对，而且不会漏。不会漏，但是蒸出来以后呢，就是说它那个面很 Q 弹。对吧？对。那你看我太少了，你多一点。我看人家一馅就固定的是一个那个。你说的那个是小馄饨，我这个是中馄饨，就大馄饨的肉还要更多。那这么多对，可以。然后呢，你要弄点水，你看你把它的就是4个边边啊，把它弄一点水。对，4个边边啊。对。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我明白，就是让它过来一点，你的头出去了。你的意思就是让它粘在一起呗，是吧？因为有水就粘在一起。对。哎，你记得吧？小时候。那问题这是弄的是3000年的这个矿泉水啊，还是什么水？还是茶水？少来，不要停了，烦死了。往后呢？不是你想包哪一种形状？我现在。这个有什么？就包这种形状。这个是三角形，然后三角形的话，你要这样。我刚才还包过荷花，还有元宝，然后这个是三角，三角就是行了，这个我知道了。对，这样。然后你要把它捏牢。哎，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没有不干胶，也没有胶水，然后那个时候只有浆糊，然后更小的时候是那个米饭拿米。好吧，我们的童年是一样的。哎，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刚才说把4个边沾点水，但是你弄完以后，那你这个全部都要。对啊，你这个是要全部都弄啊？对啊，全部都要弄呀。你说只是4个边哦，对不起，我给生成4个角了。对呀，真是。就是说白了，听错了，把这个都要给弄成是吧？对，你再拿一点矿泉水，这里面水已经没有了。哎，Ken 哥吧，有时候比较着急，但是呢，他还经常勇于承认错误。错了啊，这样啊，对，那我懂了啊，对，一定要捏的牢。哎，我觉得这个皮没有剪对，你看它这个，你看我按照这个几角圆，它这就出来一块，你得跟这个做皮的人说一下，必须得颜色。你看我们做设计就是这样，又不是做几何图形。开玩笑，好烦。开玩笑，来吧，然后呢？然后你这儿也要全部都就是捏的牢一点，因为不然的话煮的时候容易破。不是你说哦，你说对，就是每个角落都要捏的牢一点。哎，好，对，谢谢。昵称没有昵称，就是来对，哎，往后对，这个，然后你看啊，就是它不是三角有2个角吗？天哪，这个是等边三角形是吧？上数学课了。然后你看你在等边三角形的那个角上，就那个60度的那个角上沾一点水，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它们2个的角粘在一起。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对的，但你一定要沾点水，因为室内太干。不对呀，我弄的怎么就是这样呢？大家看啊，你弄得像小时候的驼背。我弄是这样的。不是你要给它弄一个就是像打结，
就是像那种，就是你要稍微交错一点，这样。对，不是你弄完以后，你这个地方是饱满的。你看你这个，你看大家看，你这个地方是个圆弧形。对对对，就。但我这个每次弄完以后，你看，你看我弄的就是。没事没事，能吃就可以。哎，我弄的就是这样啊。你为什么是竖着的呢？对啊。我来看啊。哦，这样。哦。这样，就是说那个手势的问题。对对对，手势的问题。你再过来一点。我懂了。刚才我这只是这么粘了。对对对。你是要交叉一下。对对对，就交叉一下，而且那个手势是要从外面环绕过去。对，你看这个室内真的是馄饨皮都干了已经。懂了，你看我就变成这样了，你知道吗？你看，对对，挺好看的吧？这个我弄得太丑了，不如你那个。那你看我没有差不多的，不是，咱们比较一下。你看他弄的就像元宝一样，你看中间是鼓的，你看我弄的这个，没事，你再多弄几个就好了，因为你刚开始弄嘛。不会了，我不会再弄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虚心呢？然后我来了以后还买了一袋面粉，就是我是怎么样在这里包的，差不多了。行，不是我说你包的你必须要不是都要包完。那我把它包完，我还有10只了呀，差不多。不，你包个大的。我怎么包个大的？你给我擀一张大的皮，我就把所有的肉包进去。我首先得有皮。咱们现在不包馄饨了，咱们直接包那个包子了。不是，你去买一点那个油豆腐，就是油豆腐塞肉。你没吃过这个油豆腐塞肉吧？油豆腐塞肉是杭州的。你还要包一个呀？当然了，熟能生巧，你只会包的越来不是，就怕熟能生巧，怕包熟了以后老得包，你知道吧？这事情就是这样，你包不好吧，反倒是最后人就不让你包了。你做的越来越好，做事情的时候越来越多，真的是这样。看哥是做家务做怕了，他今天还帮我那个洗衣服，我那个白裤子，洗衣机洗的，就他真的是做家务比我强，反正我确实不是那个啥。什么叫做家务？是洗衣服吗？不是，就是你还是有很多地方还是很厉害。哎，但是包馄饨嘛，我因为学的比较早。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嘛，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我觉得如果说就是说你多去发现对方的长处的话，其实也是挺。那你说说我有啥长处？包馄饨好太多了是吧？是这个只是很小的一个点好吗？没有啊，就是说你看，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我就是下午来的时候，我发现晴姐在这包馄饨呢，我特别惊讶，你知道吗？说这些东西是在北京买的吗？还是说我在北京外卖买的呀？我买了一袋面粉，买了一袋那个。对啊，那不是我就说他会想到，就是说在这个屋子里头包这个。对我吧，比较脑洞大开。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呢？而且这个我看我包2个，我就觉得有点烦了，你知道吗？不烦啊，但是你这其实一边聊天一边包东西，我觉得还挺舒服的。而且不是你现在包的都是在为我嘛，所以就是说谈不上，我自己动起来了。不是，你听我说，有很多事情是这样的。其实你做的过程中你很开心，你做的过程中开心，其实说实话，你最后吃不吃我都无所谓，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在包的那个过程中，就像家里人大家一起就是包馄饨那个过程，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而且。你想，我下午在这里，我一边听那个一些什么讲座啊什么的，然后一边就包馄饨，真的很舒服，就非常舒服，就是跟那种心流状态也差不多，就一种投入，然后也不用一天到晚刷手机啊什么的。你看我这回包的怎么？这个好看啊，你这个好看，完了，你包第2个就已经比我包的好了。不，你看你这是比较展开的，你怎么像一朵玫瑰花一样？我这弄的老是那个什么，因为我没有啊，我觉得是肉比较多搁的，好像你包的像一朵花。哎呀，我就不好意思啊，这个元宵节，我觉得金宵节别叫元宵节了，叫馄饨节吧。哎呀，我刚才那馄饨也吃差不多了，我。对，你再煮一个馄饨吧，因为之前一直都是上海包好了，然后快递。不好意思，还有个肉，我可以吃，我可以吃，对，好，谢谢。然后之前的话一直是上海包好了，再快递来的，所以呢，我一直是觉得好吃的东西是一定要现包现做的。而且我发现，你看它这个里面这个
汤水啊，它是有点粉色的。不会是加了颜料吧？不，它就是肉鲜嘛。肉鲜哦。对啊，你不是 OK， 你先吃点吧，反正你也没吃饭。不行，我再替那个咱们北方的朋友再尝一尝这个肉的啊。你看，感觉它非常你看它这个肉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我能吃下去。行。但是你要是说那你不就是吃肉圆吗？对啊，你要是，哎你，对啊，我觉得就是吃肉圆嘛，你这个是。我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你看，姐你是的呀，这句话难道不对吗？不成，我还是吃不惯。我还吃不惯。算了，他去吐了。哇，大家不用打那么多金句在我的评论区。叫一个啥呀？哎呦我的妈呀，又不是闹洞房，叫什么呀？我那天真的，因为我那天其实也很后悔，因为 Ken 哥其实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就是在私下，他不太喜欢什么，就是他不是很习惯肉麻的话在公开场合。如果说就是很自然的时候，跟朋友吧，或者是说的是大家有一种氛围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说笑啊、逗贫啊都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就是突然之间对着你这个镜头，然后就说点什么，那是有的时候你的表情啊，就是他老跟我说嘛，他说你不要老是显得那么的。就是那么紧张是吧？或者是那么端着，就是他一定要说50多岁的人一定要像50多岁这样。我是说每一次就是如果说啊要直播或者是怎么样，那就要感觉就是说好像是要一个面对面的这种状态，你会觉得这特别不自然吗？没有。但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要是在一些这种就是说自然的情况下，那我就喜欢开玩笑，很放松。反倒是这样。但其实你私下里是比较那种，其实我私下里不太说话。对Ken 哥可以作证，其实我私下里是不能太说话，话特别少。然后呢，我呢确实有时候可能看到镜头有一点害，就是我平时不说话，但是我在直播间你看我能1秒钟都不落的说话，但是我大部分时候，因为我觉得人的就能量也是有限的，我大部分时间确实会比较安静，因为我平时大部分时间确实一个人待的时间比较长，跟我们家的猫啊，跟我们家的狗啊，也不太聊天，就是反正没那么平。Ken 哥呢，如果在朋友这里啊什么的，他就是还是比较热闹的嘛。反正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开放和外向的人，但是我在认识 Ken 哥以后，我突然间发现我是个内向的人。我第一次碰到比我话多的。好了，那个元宵节过完了，该过馄饨节了啊。哎，那你把那个3种馄饨一会儿就每一个都弄一点呗，好吧？哦，然后你吃馄饨，你会吃干拌的吗？就芝麻酱的那种。芝麻酱干拌那个我们吃四川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那个是红油抄手，不一样。对，红油抄手。其实我觉得红油抄手挺好吃的呀。对，也挺好吃的。红油抄手是挺好吃的呀。是的，我呢确实经常忘了，就是我前面有个镜头，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容易乱说话。哎，反正说也说了。反正也确实是我说的，我也不后悔，反正就那么说了嘛，因为后悔也没有用啊，是吧？就我有时候脑子就老在当下，而且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话该说，有什么话不该说，反正能说的都是我在那个时候想说的，就是不太经过大脑。没有啊，我觉得就是我给大家打一比方吧，刚才就说嘛。就是一个人特别有素质，然后特别有礼貌，然后呢他呢这个1个月都不带说一些脏话的，突然之间他有一天他吃那个馄饨突然烫到嘴了，完就哇，就是说了一句话，然后你被拍下来了，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素质啊，这个人怎么说话怎么这样啊，就是这个道理。真的是这样。哎呀，怎么说呢？就反正不是谁，就是谁
24小时，谁几年不去有一个就是那种所谓的这种不好的一种表现，或者在私下里嘛，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愿意想在别人面前，就是说表现的就特别的。去煮馄饨了，就是这么说吧，我们都是有缺点的普通人，然后我们真的就是。有缺点的普通人，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谁没有缺点啊？我们两个在一起呢，就是我们两个为什么在一起？就像我最后一期那个说的，真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比较真实。所谓的真实，就是也没有管那个镜头在那里，然后想说啥就说啥，而且所以就有点吃亏，有的时候。就我们这个岁数了，什么时候谁不会去在人前做一个好人的样子呢？对不对？我们只是想真实的表现罢了。没有，就是嗨了。就是嗨了，然后我们因为上升都是狮子座嘛，就是狮子座，然后狮子座后来我有一次查过，就上狮子座说是确实挺希望就是大家好像把眼光都投在身上，这个也是我后来查了星座以后，因为30岁以后就开始看上升了嘛，我的太阳星座是水瓶座，就是那种从来都是特立独行，然后从来都是不一样的烟火的那种，然后30岁以后，我的狮子座的能量可能就开始发作了啊。然后那个 Ken 哥的话，Ken 哥的上升也是狮子座，然后他是巨蟹座，哇，巨蟹座真的非常的居家。我觉得我和 Ken 哥待在一起久了，真的有一种结婚了10年20年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他现在在擦桌子了，已经，我还没吃完呢，你就开始擦桌子干嘛？不是，你吃东西要先把东西给收拾好，因为你这是在做这个东西吧，先把这个做的工具都给整理好，你再吃，要不然的话桌子一大堆多乱啊。Ken 哥真的，Ken 哥是一个就随时随地在整理的人，然后跟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就我从他身上真的就是看到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对，对，然后我今天就特意穿了一件新中式嘛，之前一直放家里也没有穿过，就新中式应个景嘛，因为我觉得新中式大概也只有在过年啊或者这种传统节日啊什么时候稍微穿一下，就有一种好玩的那种感觉啊，对，那个什么。我不是做饭人，对，我确实几十年，就我是这几年，我是，从那个就是宅在家，不是也不叫宅在家，好像那个敏感词不能说，反正就是发生大家都在家里的那几年开始，我开始学做饭的，然后我其实觉得会做饭特别重要，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家人如果不在身边的话，他如果想起你的话，他会想起你做的好吃的。就是我女儿前2天还在说，她说妈妈，她说我叫那么多外卖，她说番茄炒蛋还是你做的好吃。然后她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挺感动的，因为我是觉得妈妈的味道，就是现在因为是一个外卖的一个年代嘛，就是妈妈的味道，可能是你在长大以后，就是你在离开家很远以后，你在外地上学以后。你开始想家里，其实第一个就是想起妈妈的味道，所以我前2年我开始学做饭做菜，我也是希望就是，我的小孩们以后长大了就是离开我了，或者说到很远的地方去，或者说在自己家就是想念的那个时候，其实妈妈的味道是最落位的，哪怕他妈妈只会炒什么番茄炒蛋之类的，就很基础的一些东西啊。哎，你也蛮会做饭的呀，你不是还会做炸酱面啊什么的？我觉得会做饭和不会做饭是2个概念。有的做饭吧，会做的很好吃，然后做的就是很地道研究。我就是做那种普通的家常饭呗。那不就是家常饭呀？大家就不，最落位的就是家常饭。对，比如说你要炒青菜的话呢，我觉得最主要不要让青菜出水。啊？对啊，有的时候你炒那些青菜，什么叫就是你如果说你要炒青菜的时候，经常会比如炒个菜，炒那个菜叶子就塌了，出了很多水，那样呢，就是我觉得炒青菜时间不能长。不是，我觉得那个青菜是要爆炒的，就比如说咱们就是炒个柿子椒吧，柿子椒先开始的时候就不能是拿油，就是锅里头没有任何的
东西，把锅烧热以后，干煸，先把那个柿子椒或就是类似柿子椒类似的这种，比如说青椒什么的，先在这种干锅里面先煸一煸，让这个青椒里面的水分慢慢先出来，完了让这个类似青椒这种东西稍微的就是软一软，然后盛出来以后，然后你再搁一点油，然后再放在煨上，那个就会口感就会很好。而如果你直接用油炒这些类似就是青椒类的东西，就是它把里面的水分给包住了，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口感特别重要。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好讲究。而且现在就是说，有一次我们去上海，去一个餐厅，这个餐厅呢，就是这老大哥呢，就是那个弄堂里的那个。对，这老大哥呢，其实是小的是应该是北京人，然后后来在上海待了很多年，就升级版的春那个餐厅，我觉得很像升级版的春。然后呢，他的就是现在呢，以前在北方呢，一般炒菜不是葱姜蒜嘛，那他学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上海用那个。就搁很多葱，用葱油炒任何东西，就特别好吃。葱油特别好吃。对。他的鱼还有加一点芥末的。反正我觉得他就是说，他学会了就是用上海人的这种用葱油做很多东西，对，真的是很不错的。葱油确实好吃。对，我来看看啊，很香的。对，我是要洗头发了，我去洗手。对的，不然的话，我的头发确实都是粉。然后呢，我经常要挠头发，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经历了那3年，就是被关在家里那3年，不是大家都关在家里3年嘛？我在那个3年，我就在家里做饭，然后那个时候为了小孩就是可以吃得香，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用调料，就是加好多调料，然后从此以后那个结束以后。我的头皮环境就改变了，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调料，所以说我就有一点皮炎，就是头皮啊，就是有一点炎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经常在挠头发，因为我是真的痒，然后也看过很多医生啊什么，唯一一个就是我每天如果喝粥、吃馒头，就是吃清淡，不碰一点酱油，不碰一点甜食，我的头皮环境就会变好。但是除了住院的时候会那样，大部分时候我一直就在挠头，因为我是真的痒。然后那个这边北京那个洗吹头发特别便宜，我这2天天天都在外面洗吹头发。你来吧，我去洗个手。你先洗手吧。实在是太多那个，不是每天都到理发店去。不好意思啊，由我来那个给大家主持一下啊。来，我一边那个边干活边给大家说啊。他在擦桌子，看哥那个做家务的手。我知道大家今天那个是元宵节，首先呢，我就还在强调，就是元宵节是大家团聚的日子，希望大家那个元宵节那个加班的人员呢一辈子不加班，然后大家呢就是说，而且元宵节呢，有很多人过完元宵节以后就要来上班了。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就是元宵节的一结束，对吧？所以我特别强烈建议，这个假期应该放到这个元宵节以后。假期应该放到年底呀。对，我觉得强烈呼吁一下，就是说假期可以延长到这个元宵节过完以后，大家再去上班。对啊，你就越晚越好嘛，是吧？什么叫什么？那来吧你啊，谢谢。你来吧，我直接收拾。OK。对，看哥去收拾了，就是他是真的，就是他如果不把这个台面收拾干净，我觉得他会不太愿意做回来了。对，哎，有道理，我也觉得头发剃光可能就好了，但我头发剃光好像那个炎症还是在的。哎呀，所以说我的这个头发也是一个大问题，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秘诀，就是怎么办。他不说，他去洗了。对，月亮星座，我的月亮星座是处女。我可以简单说。你说，对。就是说我为什么喜欢那种什么干什么的节日，因为是跟生活一样的。你看似我们的年轻，其实我们生活中干的事情很多。就比如说一个碗吧，如果你这种里头有一些这种残留物的话，你放在那个地方，稍微时间一长，你其实洗来特别不方便。
对吧？如果你弄完以后，你及时的清洗，及时弄，尤其桌子上的东西也一样，你及时弄的话，就是它很容易打理。对，所以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东西就是弄完以后及时的给它清洗干净。对，其实还是有效率，而且也保证它的那个不那么费劲，这是我觉得。来，你擦完了吗？要不然的话，很多有些黏黏东西粘在一起不好。馄饨我在煮馄饨。我的头发是因为北京洗吹真的很划算，就是北京洗吹，我恨不得天天去楼下洗头，就是一开始的那家是。我因为这次是来拍杂志的嘛，那么所以酒店啊什么的都是就是被安排的嘛，然后旁边的那个洗吹只要30块钱，然后今天我花了50块钱，它就可以做造型了，就是今天换了一家花50块，然后上海的话一般都是100多块钱，反正至少我们家楼下就要100多块钱。打断一下，北京正好。我在北京也有贵的啊，北京也有贵的。不是，我只是觉得是这样。对，我只觉得，不好意思，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因为北方嘛，他可能就是说他选择性，尤其在北京选择性比较多一点，对吧？对，是吧？然后有那个评论区有问说什么我们做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儿，那多了去了吧？不是你怎么弄？什么叫印象最深刻？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对，就印象最深刻的，我看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节目嘛。啊，不是的吧？对彼此，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对彼此印象最深刻的事儿呀。他乱。我那个。我很混乱。我老爱那个什么，我就太直了。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对，就是他确实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是我的性格呢，就是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也不会拐弯抹角的。但是呢，有的时候说话的方式呢和表达方式呢，就是说可能我认为不太好。那晴姐呢，就总是其实她的能去。第一时间不会是去面对我，去怎么说呢？我不会对你面对面吵起来。对，他不会第一，干架他不会第一呢，就是说看到我这个说话的一些直接表达的一种语气，而是看到了以后呢，他会先缓和下来，把这个情绪弄完以后呢，他当然知道可能我的背后可能说的一些方式，也不是说针对。什么某一个人，只是说这个事情。对，而且有时候会比较急，对，我觉得这点的话，这点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跟晴姐相处起来以后呢，她呢可能更多的是能体谅我们，就是像我们这种性格的人的一种表达方式了。所以我觉得两性在一起交往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多大的事情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可能就是觉得你说话的方式，或者是你表达的语气。他会就更高过于这个事情的本身，他觉得是一种状态，但是晴姐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是性格已经定了，他很难能再去慢慢改变。但是我觉得还是当大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就会想到的时候呢，那尽可能多去改变，对，适应。反正说实话，是因为我压根儿不觉得有什么事儿是重要的，就是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而且就是有情绪其实也挺正常的。但是重点是，如果别人给我情绪，我从来不吃任何人的情绪，因为这个只是情绪，就大部分时候就是情绪，它其实跟事情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那就是归根结底，我还是不觉得有什么事儿是那么重要。哎呀，没有醋，我的妈呀，这个太好了，就是第一时间吃上自己现包的馄饨谢谢。对，他是瘦了呀，因为这个他吃情绪，所以他瘦，我不吃情绪，所以我最近还胖了。瘦的不是挺好的吗？你看这下颚线，太瘦了，真的。不是我，因为我在后面，你看我这样不就不瘦了吗？但你这美颜算了，我已经开到0了，大哥，你还要嫌弃我吗？不是现在都流行瘦吗？都打
那你不能就是你本来就很来瘦了。那不好意思啊，这个反正煮完以后大家也吃不上，那我就替大家吃了啊。感觉有点像吃播的感觉。不，我们确实没吃饭呢。对，因为没来得及，刚才去看那个雪月了。第一次这么吃，来给我来点紫菜。还要虾皮是吧？其实怎么说呢，就所有人都会有情绪，但是你如果理解他情绪背后的想法，你包的真好吃，是吧？好吃吧？因为它是鲜肉是吧？它只有虾，就刚才你包的这个，虾的啊，不是虾肉吧？虾肉很鲜吧？就来点辣椒就好了。那其实这个干拌也挺好吃的。那你这样愿意吃早饭了吧？有这个馄饨菜，他老不吃早饭。我一般都10点多起床，我吃什么早饭呀？差不多了，几点了？我觉得就差不多，咱们就别再耽误大家时间了。那散了吧。没有直播只开1个多小时的。啊？为什么不自己又没有直播？馄饨是真好吃。那是。节目结束之后，后来播出，针对评论关系有什么变化吗？要不要喝点喝点水？谢谢。不是牛奶是吧？这个能不能喝？对。你再说。我要喝这个，对，这个特别好喝。就这个是北京同仁堂的那个酸梅汤，然后它跟上海能买到酸梅汤不一样，就它有那个药的味道。对，是这样。幸好我们都是成年人。